请问什么是好？什么又是不好？我对好坏命的界定是说，因为你说你这个好命的问题，你不知道什么是坏命，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好命。我看到有一些人还有男女老幼都有这样的人，他总感觉我们都很羡慕他，哇，你们家这么富贵，结果这个女生嘛，就是说，哎呀，富贵带给我压力太大了，我那老公这不好那不好那不好，说了一大堆。你看我的孩子这不好那不好，你看我的婆婆这又一大堆不好啊。你呢？其实我也没得好，我身体也不好啊。我们都很羡慕他。等一聊天之后，他一大堆情绪，而且不是开玩笑啊。那我接触几个比较富贵的公子哥，小男生，他父亲的这个经济能力那么富贵，大家都羡慕的不得了。这孩子穿的那衣服永远都是最漂亮的，都是很贵的牌子，就没见过人家穿旧鞋子、旧衣服每年都换若干套衣服穿着，是吧？走到哪里都很亮眼。你真和他聊一天之后，他发现特别忧郁，而且这种我也看到了，这种病态就是来自于他对他这个生活的这种不安，但是是大富大贵哦，他不敢，他一点的那种幸福感都没有。不好的命当中有哪几个点来着？少年丧父母，体弱多病，贫穷，身有残疾，遇上官司，中年丧妻或者丧老公老年丧子，儿女不孝，家暴，吸毒酗酒赌博，就是说不良嗜好，差不多了吧？什么是好命？所以我们先找出什么是不好的命，我们已经找出来这么多条，大家记下来那你觉得自己的命不好和这些有关系吗？如果和提到的我们这么多条没有太多关系的话，是不是就算是偏好的了，对吧？因为刚才讲的这几条都是叫肯定谁遇到这个问题，这属于就像一种硬指标，确实是人生一大缺憾。只要碰到一条，也有人很不幸的一个人碰到两条这些不幸的内容，那人生两大缺憾就注定人生的不易。那除此之外就不算太差。那么大家成天在又烦恼又生气的这些人，你和这些和刚才讲的这些命运的问题没有什么关联，但是我们还特别不开心。对，所以我对好坏命的界定是说，也正像大家所讲到这些问题当中，算是你不太好命的一个感受者，但是这些并不能决定这个人的一生的命就都不好。比如身体有残障的人，他生下来是残障，这是不可改变的，还有的因为外来的事故和得病，有的锯了腿了，或者有的失去了手了，是吧？他很勇敢结果他做的事是四肢齐全的人都没做出来，人家出来了，是吧？有多少位登山爱好者装的是假腿，等我们腿那么齐全的时候，就闲的没事干，说这是50岁走道都走不动了，20岁都懒得走路多了。可是假腿的人天天跑步，那请问长腿的人觉得幸福了吗？不是也没觉得幸福吗？所以走路都累得慌，懒得走，到了今天家里有车，一步都不走，对吧？所以你自己觉得自己的命运好坏的东西，就是命运的好坏，就是完全看自己的感受。
尤其是一些比较强势的，但是身有一点残障的人，他往往就是说，你不要说我身体有残障，你看我们比能力，我哪里比你差了？比如说我腿有问题吧，就是我走路没你快，但是我所做的事儿，你不如我做的好，你赚的钱不如我赚的多，哎，还有这样子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正是他的努力，他的拼搏，正是他的缺憾。因为我有缺憾，我要弥补我的缺憾，所以我在另一方面去努力。在中国曾经有一个小女孩，就叫篮球女孩，她是因为一次事故中把腿给压断了，压断了之后再做一点适当的截肢，就是反正肚子以下全截掉了，哎，但是上头都是好的，就是没腿，又在乡村。他爸爸最后捡了一个破篮球，家里也是穷的，特别穷，什么都没有。因为他捡了一个破篮球，回去哎比量一下女儿的身材之后，把中间剪了一个洞，把女儿装到这个篮球里头，等于是屁股这一段装到篮球里头，他用手这样撑着走路，你上网就能查到。结果被一些好心的村民拍了他走路和艰苦的生活状况之后，就抛到网上，结果好事就来了。好像是中国游泳队某位教练就专门来看这个女孩，不知道在视频上人家怎么能看出这个女孩有某种潜能呢？所以就亲眼来见这个女孩，见完之后就是我找的就是你，给她领到游泳队训练，现在一次拿了4块金牌，你自己看有没有这事儿？请问什么是好，什么又是不好？哎，那我们所以当知道什么是不太好的命，那么其余的就至少算中等和以上的命。